我老公的前女友，为什么他要和他的前女友分手？这个原因真的很奇怪，因为他的前女友属羊，羊好像大家不喜欢。对，他们就聊天啊，你会做家务吗？啊，太好了，你会做饭吗？啊，你会做饭，太好了。你属什么呀？阿姨，我属羊。哦，你属羊哦，好好好，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晚了，你要不先回家吧？他一直都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他交了一个汉族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3年，他的父母从来都不知道他有一个汉族的女朋友。他们用家乡话，哎，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哦，不是，她是我的同学。被你听懂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是呢，我去了一个一般般的中国的大学，所以他妈妈觉得这个女孩子，她没有你好，她去的大学，很水，很一般。你很好，我的儿子很好，志飞在这里，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不要。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要说分手，男朋友、女朋友分开、分手。我们要说一说中国人怎么分手。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怎么和前任分手？好，范范，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分手了多少次？你被分手，还是你跟他们分手？为什么分手？我想一想，4次、5次，4次。对，我分手了4次。那第一个男朋友，第一个男朋友我被分手，他跟我说的分手。他跟我说的分手，我很生气。对，很生气。那第2个、第3个、第4个男朋友，是我不喜欢他们了，我跟他们分手的。对，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他们太笨，还是太丑，还是太穷？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了。我不喜欢了。好的，那魏轩呢？你分手了多少次？被分手还是分手？为什么？我一共分手过2次。第一次是可以说是被分手，但是是前男友他先说要分手，但是后来他又不想分手了，但是我说不行，我想分手，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被分手，因为是他先说的。第2次是也算是被分手，但是我心里想分手，但是我没有说，也是我前男友先说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被分手。然后第3次没有第3次，第3次就是我老公，然后我结婚了，所以没有第3次。对，没有第3次，只是2次。好，对，那你觉得你们分手为什么分手了？第1次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但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梦想，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觉得我高中毕业了，然后没有人管我了，所以我想谈恋爱。春天来了，我要谈恋爱去了。然后我就和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我们是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经常说分手，
可能他不想，但是他总是说，所以他说的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所以最后他说我们分手吧。我说好，我同意。然后他就很惊讶，他想你同意？可是每次我说分手的时候，你都说不要不要，求求你不要不要。可是这次你说你同意，不行，你不能同意，你必须要和我在一起。怎么办呢？他就去找了所有的我们认识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来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跟他分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我一定要跟他分手。对，好的，好，那我也可以说一说我的情况。我有多少次？应该是3次。第一次是被分手，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男朋友说我们分手吧，我真的不能相信，我想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第2次呢和第3次是我跟他们分手。第2次虽然我还是就是很爱他，非常爱这个人，但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对，我觉得我们太不一样了，很难一起想我们要怎么样走到一起，所以我跟他分手了。第3次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很不好，有一些想法，有些做法有问题，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和他有一个很健康的关系，所以我跟他们分手了。好，那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的这个故事，要不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中国人是怎么分手的，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中国人的分手方式？魏轩，你觉得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有趣的、奇怪的中国人分手的方式呢？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老公的前女友，为什么他要和他的前女友分手？这个原因真的很奇怪，因为他的前女友属羊。对，在中国的文化里好像大家不喜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羊看起来很乖，白白的、软软的，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如果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她属羊，好像真的很难找到男朋友，或者很难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对，但是我老公和他的前女友就是这样，他们相处得很好，然后呢，他都带他的前女友回家了，然后他妈妈见了他前女友以后也很喜欢他，他们就聊天你会做家务吗？太好了，你会做饭吗？你会做饭，太好了。你属什么呀？阿姨，我属羊。你属羊哦，好好好。那个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晚了，你要不先回家吧，我们家就是今天好像也没有多做很多饭所以我就不留你了，你先回去吧。对，然后他就跟我老公分手了我的天哪，真的太奇怪了，真的是，对，太奇怪了。但是我是觉得魏轩老公的妈妈更奇怪，如果我是这个女生，我也很生气，我就要跟他分手。范范，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什么别的奇怪的分手的方式和原因吗？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一般可能就是分手就发短信分手。比如说我跟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呢，我读大1，他读大3。对，后来他毕业了，他就回老家了。他的老家在青海，
你们知道吗？青海有很多回族人，所以他也是回族人。那我是汉族，那回族人和汉族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就是不能结婚的。对，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他交了一个汉族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3年，他的父母从来都不知道他有一个汉族的女朋友。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面馆吃饭，然后呢，他遇到了他的老乡，老乡就是跟他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是他的老乡。他们用家乡话说他的老乡说：“哎，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哦，不是，她是我的同学。”被你听懂了。对，其实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是这句话我听懂了。我当时没有生气，但是我们吃完饭以后，我问他，我说：“我是你的同学吗？”他说：“你怎么听懂了？”对，所以我们分手主要是因为民族的这个问题。这个也很特别。对，那我想一想，我有一次和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差一点分手，他的妈妈说你的女朋友太矮了，所以这个是分手的原因之一。还有第2个原因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上很好的大学。但是呢，我去了一个一般般的中国的大学，所以他妈妈觉得这个女孩子她没有你好，她去的大学很水很一般，你很好，我的儿子很好，志飞在这里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不要。所以他的妈妈说你们应该分手。气死我了！你这样说，我真的要气死了。因为我和志飞的大学是一个大学，他的妈妈居然敢说我们大学很水，让我真的很生气。好，让我们一起想一想，你们的分手的经历，你和你的前任男朋友，你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在一起？然后为什么分开？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范范，你先开始好不好？好呀。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上一个男朋友，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呢，他比我大10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因为我不喜欢老男人。他比我大10岁，他的年纪太大了，对，太老了。可是长得还可以，就没有像一个老头一样。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他知道我的学校在哪里，他知道我在那个大学工作，他就开始给我送一些礼物，送一些吃的东西，每天给我送早饭、午饭、晚饭，每天给我送很多很多的礼物。他会直接给我送到宿舍的1楼，送到以后他就会离开，然后他给我发信息，他说：“范范，你去1楼拿一下你的东西。”所以1个月之后，我的房间已经满了，全都是礼物。对，其实我对这个男人有点好奇，就是我觉得，我很少见到说会给我送1个月早饭、午饭、晚饭，送1个月的礼物的人，他不约我吃饭。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你
你不想跟我一起吃饭吗？他说当然想，可是我很害怕。如果我问你，我很害怕你说不，我不要。他说对，那样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后来我说那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吧，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很贵很贵的餐厅，我觉得那一顿饭差不多2000块钱人民币。对，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特别好，还有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事情，他也帮了我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男人，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我就想，如果他要是这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的话，那也可以。对，可是半年以后他就变了，他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对我那么好了。对，所以我就开始说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刚开始他说我不要分手，然后他就会做很多让我开心的事情，然后带我出去玩，然后哄我开心。可是后来我觉得他刚开始的时候和现在就变化非常大，我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变化，所以后来我想跟他分手。而且我觉得他对我冷暴力，冷暴力就是不是真的打你，他是那种对你很冷淡的，就是没有那么在乎的感觉，这是冷暴力。然后会让你有一点怀疑自己，我真的是这么差的人吗？我真的是很不好的人吗？对，所以后来我跟他提分手的时候，他没有说不行，他也没有回答。后来我还打电话问他，我说你同意吗？他说他同意。他也想跟你分手了。对，我觉得很长时间之前他就想跟我分手了。对，但是他不说。对，他不说，他让你说。对，他可能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后来我有一点担心，他会不会觉得范范只是喜欢我的钱，他不是喜欢我这个人。所以我决定把之前所有他送给我的礼物都还给他。我觉得差不多10万块钱人民币的礼物，我全都还给他了。就是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去了他的家，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他的家里，把他们家的钥匙也还给他。可是他回到家以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他也没有再联系我，所以我们就分手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联系过。对，明白，是的，我很后悔。但是这些对，这些礼物是你的。对，你应该把它卖掉，为什么要还给他？对，当时我不知道，我觉得当时我的脑子就是觉得我不要让他觉得我只是爱他的钱或者爱他的礼物，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所以我才还给他。可是过了1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太后悔了，我为什么要还给他？我就应该卖掉，卖钱。对，好的，卖掉。是的，范范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魏轩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你可以说说的分手的故事？我讲讲我第2个男朋友吧。就2个，已经讲了1个了，只能讲第2个了，没有别的了。第2个男朋友是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是被他从他家赶出去的。为什么？我们认识是他当时我大学毕业了，然后他是面试我的 HR， 然后他就是很照顾我，我觉得哇真好，有人可以照顾我，我觉得很好，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买了房子，然后他要装修房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没有钱。我说你没有钱，
好，我有钱，我给你。我把我工作的第1个月的工资，我没有给我妈妈，我最爱的妈妈，我没有给我妈妈，我给她了。对，然后我给了她2个月的工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在一起，但是没有一直在一个国家，我们当时是在2个不一样的国家，我们每天就是打电话。后来我们就一起回国了。我们想，那我们结婚吧，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我们相处的也很好。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啊，你要把钱还给我，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我们应该要互相帮助。虽然他从来没有给我花过钱，因为他没有钱。然后我们一起回家见了我爸爸妈妈，我们也去了他家见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他去我家的时候，我爸爸说，如果你们结婚，我会给你们5万美元买车，因为你已经有房子了，所以你们需要一辆车，我会给你们买车。他听了以后很开心，对，很好，对，很好的爸爸。但是这个男朋友不太好，为什么？我们从我家离开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他开始看各种各样的车，他去看他喜欢的车，他不看我喜欢的车，他也不问我喜欢什么车。然后他经常问我，你爸爸说会给我们买车，他有没有把钱给你呀？你工资这个月有多少钱呀？他总是想知道我有多少钱。所以我觉得，你喜欢我是喜欢我的钱吗？难道不是因为我长得很好看？难道不是因为我很善良？所以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喜欢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和他说分手。但是每次他跟我说结婚的事情的时候，我说等一等吧，再等一等吧，我还没想好。然后他可能就发现啊，你好像不是很想和我结婚。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个星期我要回去见我爸爸妈妈，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我们就分手吧。我想了想，我说好，行，那我们分手吧。然后他说，那你明天可以搬出去吗？我说可以，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因为我在另一个城市，我也没有认识的朋友，我也没有家人，然后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他家。但是我想，我一定要搬走，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只能依靠他。所以第二天很早很早我就起床了，然后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但是我收拾的时候，我故意弄了很大很大的声音，让他知道我在收拾，我并没有不想离开，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会走。然后把东西收拾好，我就走了。哇，渣男！可是，对，他是一个渣男。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我最最最最重要的，我的大学的毕业的证书，我忘了带了。我本来想非常有勇气的离开，可是也为了我的证书，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说我的证书还在你家，你明天有没有空，可不可以把我的证书给我？他说可以。所以第二天我又跟他见了一面，然后他把证书给我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不要让我担心。然后我看着他说，我很好啊，我不需要你担心。然后我就走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没有做，我没有让他给我还钱，所以对，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给我还钱。但是我想了想，算了吧，那个钱我以后我会挣回来的，我就当拿这个钱我去买了一个课，让这个渣男给我上了一个课。所以我现在会更好的珍惜我的老公。对，现在魏轩找了一个好老公，我觉得你的老公非常好，是一个好男人。对，我也同意。对，但是我们结婚了，所以你觉得他好，你也不能和他结婚气死我了。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一次分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手，我不要跟大家说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不舒服的分手。这个男生呢是一个西班牙人，我们在西班牙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爱很聪明，他觉得志飞你很棒，你很漂亮，你也很聪明，我们很喜欢对方，我们会一起爬山，一起旅游，我们觉得我们两个是很好的partners，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事情，我们让事情很容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好，也很好玩。后来我想去中国，那个时候是疫情的时候，他说他要和我一起去，我们两个在北京，我们不能回西班牙，我们只能两个人一起在北京生活，没有别的朋友，只有我和他。然后我发现他变了，他是不一样的人，他很容易很生气。他以前不抽烟，但是如果我说了什么，他不高兴，他会开始抽烟。然后我想跟他说话，他会开始大叫或者敲墙，很大很大声。我觉得这个人开始变得有点可怕。如果我说我要问题，你说他被狗咬了吗？有可能。我跟他说要分手，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生气。对，他没有动手打我，但是他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对，让我觉得他以后会对我做很暴力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回到西班牙后，我跟他分手了。但是呢，我的工作是在 Instagram 上和人说话，教人中文。他会用不一样的 Instagram 账号跟我说话，他应该有7个 Instagram 账号。后来他建立了很多邮箱跟我联系，很烦，我不能很好的放松的生活。我找了律师帮我，后来我受到西班牙的法律保护，他不能再联系我，我们分手了。是的，那一段时间我很难过，很痛苦。我想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很幸福。对，所以之前是难过死了，现在是幸福死了。差不多。但是我想现在我从这一段关系学到了很多。如果他联系我，我不会再害怕；如果我见到他，我也不会再害怕。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也已经原谅了他，我希望他可以很好。我想你们会不会和你们的前任联系呢？我不会，我肯定不会的。对，我觉得他就像死了一样。对，我也不希望他过得很好。我
可能会祝福他过得好一点，但是千万不要比我好。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前任，一个合格的前男友，就是应该像死了一样，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可是第二个男朋友，第二个前男友，他和我老公是一个公司的，现在还是，所以他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在我老公的工作里。好，那不是魏轩的问题，是魏轩的老公的问题。对，但是我老公还好，他碰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如果其实我想过，如果我在路上碰到他，我会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当他不存在，从他的身边非常骄傲的走过去，然后我什么都不说，但是他可以看出来，我过得比他好，我过得比他幸福，让他后悔去吧，我是他永远都得不到的女人。对，那我觉得这一期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前任，我们是怎么分手的，为什么，还有中国人一些奇怪的分手的原因，大家听懂了吗？你们觉得中国人分手的原因奇怪吗？在你的国家会因为什么分手呢？还有你们跟前任分手了，你们还会跟他们联系吗？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说到这里，谢谢范范，谢谢魏轩，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